大家好，我是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，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吃苦正在变成一件奢侈的事情，很久之前，苦与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穷人面临的是必须要吃苦，富人则是安逸享乐。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穷人早已不需要吃苦，每天的生活十分安逸舒适，享受短视频带来的愉悦和快感，吃着即点即到的外卖，惬意万分。反观富人，每天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，巩固自己的江山和地位，必须时刻精进，做诸多痛苦的事情，不断吃苦前行。显而易见，这个时代正在经历一场无形的变革。有人嗅觉灵敏，早已开始蜕变，而很多人却沉沦在危机中，却毫不自知。富人在吃苦，穷人在享乐。有这样一则故事：一年冬天，一群天鹅准备南飞过冬，中途停留在了一座小岛上。岛上的一对夫妻看见这些天外来客，欣喜万分，拿出饲料精心喂养他们。冬天到来，这群天鹅也不南飞了，而是心安理得待在这里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这对夫妻始终精心地照料他们，直到一天，这对夫妻年龄大了，离开了小岛，这群天鹅也随之消失。不过他们并未飞去南方，而是在冬天到来之际就被饿死了。如今穷人如同那群天鹅一样，沉迷在各种短视频、游戏、娱乐节目中，而这种碎片化的精神娱乐让人逐渐上瘾，无法自拔，甚至陷入痴迷的状态。其实这正是富人的圈套，把穷人都圈养起来，给他们提供吃喝，寻找快乐。时间一长，就像是被圈养的天鹅一样，丧失了自主意识和思考，最终无法南飞。要知道，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不断纵容他。很多人对于眼前唾手可及的快乐和享受，宁愿一直待舒适区麻醉自己，也不愿吃苦磨砺自己。因此，想要改变命运，首先要挣脱这种甜蜜陷阱，识破贪图享乐背后的危机，要从被动吃苦变为主动去吃苦。主动吃苦不是苦，被动受苦才是苦。一位智者告诉大家，人生如茶，清品者细细品尝，余甘无穷。但若是勉强为之，只会记得入口时的苦涩。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，自讨苦吃的人往往会觉得甘之若饴，而被动受苦的人只会觉得人生无望。在很久之前，有一位颇有名望的私塾先生，以严厉教学出名，规矩也是十分的多。天亮鸡鸣之前，学生需穿戴齐整地坐在教室里，若是课本未背熟，不许熄灯休息。课堂里的学生个个愁眉苦脸，唉声道苦，而窗外一位贫苦少年却始终兴致勃勃，提到学习更是甘之若饴。相对于课堂里的学生，这位少年每天起早贪黑，千里跋涉到了晚上，还借着米粒灯火熬夜苦读。少年的人生看似更苦，但他丝毫不曾觉得苦，反而觉得是一种乐趣和享受。人这一生不只学习其他任何事情，主动去做与被动去做感受完全不同。苦难是每个人的人生特征，一个人一辈子吃的苦是有恒定的。出类拔萃的人往往自律，不自律的人一般走向平庸。自律决定着我们的人生高度，更加隐藏着生命的无限可能。人这一辈子若是吃不了自律的苦，终将会吃平庸的苦。运气和聪明只能让你赢得一时，真正的长久还需靠毅力。看透了这个世界的人都是用苦难修行。痛苦其实是让人觉醒的最快方式，也是人生的基本属性。苦难不会无缘无故出现，更不会凭空消失，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，从某一阶段跳到另一阶段。因此你越是逃避它，未来就会牺牲更大的代价来面对它，一吃学习的苦。孟子言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想要做出一番成就，必先承受苦难学习。读书虽苦，却是走向成功的最快捷径。读进我们脑袋中的书是人生路上的重要指标，想走向哪里，书自会告诉我们答案。人这一生有两样东西别人无法抢走，一是心中的梦想，二是大脑中的书。读书学习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修行，也是通向广阔世界最好的路。吃自律的苦。古诗云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宝剑越磨越是锋利，梅花越寒越是芬芳。人亦是如此，肯吃苦能自律，就能达人所不达，见人所未见。出类拔萃的人往往自律，不自律的人一般走向平庸。自律决定着我们的人生高度，更加隐藏着生命的无限可能。人这一辈子若是吃不了自律的苦，终将会吃平庸的苦。运气和聪明只能让你赢得一时，真正的长久还需靠毅力。吃劳动的苦。易经有云，君子应当效法天道，自强不息。勤劳乃是一个人的福气，安逸则是灾祸的开始。中国自古以来倡导人们勤俭持家，劳动勤劳是最光荣也是最累的事情。
劳动虽累，但只有勤劳的人才能不断兴家旺家。只有趁着年轻时不断努力，多挣一分钱，才会多一分生活的底气，多一份积蓄，才会多一份选择的权利。四吃思考的苦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思考对于我们的人生至关重要，要知道方向永远大于我们的努力。好的战略规划胜过于我们无数次战术上的勤奋。在任何时代，思考是必然的，思考的深度能够决定我们最终能达到的高度。五吃坚持的苦。其实做一件事情并不难，难的是坚持做一件事；坚持做一件事也不难，难的是坚持到底。任何事情都会面临挫折和迷茫，但请不要轻易放弃。只有坚持下去，才能得到收获，坚持才能赢得最终胜利。正所谓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不想吃小亏，将来会吃大亏；不吃小苦，将来必吃大苦。因此，不想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中逐渐沉沦，就要学会主动去吃苦。当你熬过了所有的苦，所有的美好都会缤纷而来。给身边的人看看，传递健康，传递温暖。愿您健康长寿。